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最近吧，有不少朋友催我去看一部神魔题材的新剧《神隐》。说实话，以我个人来讲，我不太愿意看近些年国内拍的这些神神鬼鬼的电视剧。一个个可以说是要特效没特效，神印上天除了谈恋爱就是胡编乱造。真的，你要是谈恋爱和胡编乱造吧，我都可以理解。这玩意儿《仙剑奇侠传》它也是靠人想象出来的。你权力的游戏该谈恋爱它也得谈，但有一点是啥呢？你得承认人家这玩意儿拍的吧，剧情确实过硬，逻辑上也没什么漏洞，而且特效在当时来说也算比较先进了。咱都不用说什么因为看过几个大制作的剧就瞧不上这个瞧不上那个的，咱就把一个10多年前都没什么人看的这类剧拿出来，也比现在绝大多数的国产剧特效强。就比如08年拍的这个《探索者传说》，同样也是古装神魔题材的，同样也是侧重爱情向的，你把它和神隐放在一块堆比比，你认为神隐比得强吗？而且注意啊，人家这是08年的剧，和《仙剑奇侠传》是同一时代的剧。当然，按照神隐剧组的制作水准倒是省事儿了，在影视城弄几个绿幕影棚一拍，再找几个高颜值的流量艺人撑场面，反正剧情和制作怎么样也无所谓，只要粉丝买账就行。咱说句不好听的，只要粉丝够无脑，杀青了稳赚不赔。当然今天吧，为了不扫大伙的兴致，老车就不做太多铺垫了。不过在说剧情之前呢，老车还是想向大伙反映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伙看这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剧的镜头一到主要人物特写的时候，运镜就卡的跟个 PPT 似的。真的，一开始吧，我躺在床上拿手机看的时候吧，我还寻思是我手机的问题呢，但我发现我手机吧也不卡呀，而且软件也都是最新版的。后来我寻思那我就不用手机看了，直接把电脑打开看看吧，结果全都是一个德行，卡的就跟抽帧动画似的。反正咱也不知道是剧组拖欠了剪辑师的工资，还是剧组穷到连专业摄影机都用不起，直接拿嘎子卖的手机拍的。总之我看这么老些神魔剧，这情况我还是头一回遇到。当然制作和特效上的问题老车也懒得吐槽了，毕竟现在国内都是这水准，你和欧美的神魔剧确实比不了。倒不是说咱没有技术，你像郭富城演的那个《西游记》，人家拍的也挺好的，那敬业程度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说这电影的口碑也不咋地啊，但起码人家特效做到位了。当然咱也不能奢求太多，你想想现在连独立编剧都快灭绝了，一年上映的剧里恨不得90%都是小说改编的，而且剧里面就这些人，你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经费的大头让谁拿去了，这里面懂的都懂，我就不说了。而咱们再反观神隐里面的剧情呢，同样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家伙简介里说的可好了，主角几人拯救苍生，维护世界和平，包括女主也是身为仙界未来的内定老大，刚从凤凰蛋化成人形，还没等体验生活呢，就开始反对上包办婚姻，不攀附权贵，立起独立女性的人设了。你看这玩意儿巧，我发现赵露思没事就净演这种角色，不信大伙儿你就品她演的电视剧啊，在《星汉灿烂》里是在宅斗中立独立女性的人设，而传闻中的陈芊芊呢是在穿越剧里立独立女性的人设，后浪呢是在中医传承人里立独立女性的人设，最后胡同呢是在解放后立独立女性的人设。说实话，你要说《星汉灿烂》里的程少商吧，立独立女性的人设我可以理解，毕竟古代也有这样的人，例如辽国的萧燕燕就是这样的女子。而穿越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呢，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书传剧，剧中的作者也是现代人，有独立思想很正常。至于后浪那就更是了，中医早就应该摒弃传男不传女的思想了，胡同就更不用说了，解放初期正是解放思想的时候，所以这些人立独立女性的人设我都没意见。可大伙儿您反过来再看看神隐啊，一个神魔背景的剧，女主身为未来仙界的大 boss， 你在这跟我唠婚姻自由和门阀世俗的事儿，咋的你都混到神仙圈了，还在纠结婚姻自由和趋炎附势这点家长里短的破事儿呢？说白了，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你这神仙当不当也没啥劲呢。从凡人升仙到动物变妖，历劫悟道了几千年，然后都到神仙这段位了，你还在这讨论女仙子要嫁个好神仙，家族跟着沾光，男神仙要有个好门第，不能被别人瞧不起。真的，这种剧情就属于啥呢？就属于把地主家丫鬟的裹脚布塞进了玉皇大帝的嘴里。这事儿不信您就自己品品啊！咱就算换位思考，你是剧中的神仙，和东游记里的八仙似的，在人间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劫难了，最后好不容易得道成仙，然后告诉你仙界也一样，女的得找个好人家嫁了，男的得攀附门阀贵族。来，你告诉我，这仙界你来呀？说白了，编剧按照你这么整，那这些主角岂不是在成仙之后反倒因为这些勾
勾心斗角的烂事受无穷无尽的折磨吗？你看人家古代人编小说和剧本都知道一个道理，三圣母要私通就必须得被压在华山底下，就不让他恋爱。为啥呀？西游记里也说了，神仙之间不让恋爱会触犯天条，猪八戒不就是个例子吗？追嫦娥不成被贬下界。咱都不用说那些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就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神仙又长生不老，又能在天上胡搞八搞的恋爱结婚，那慢慢天上的神仙比地上的人都多了。好家伙，最后人成稀有物种了，那你还成仙干啥呀？咋的抖 M 啊？非要在天上经历无数遍人间的苟且呀？真的，你这句说白了，世界观和背景就有问题。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这里面的仙界就好像跟个无主之地似的，没有半点规矩，是大仙没有大仙的样，小仙没有小仙的样。一边九尾狐一族这边的青林，就因为爱上了不该爱的人，遁入魔道，还没等闯出什么大祸呢，就被神界的一个真神，也就是男主的母亲，罚去了一个类似地狱的地方受极刑之苦。而另一边男主呢，虽然说他是真神之子，但他就因为一个外族的公主帮他解了围，收拾了欺负他的小仙。虽然说实际上是女主给男主解的围啊，但至少在男主这边看是这么认为的。结果就答应了这个孔雀族的公主，把仙界的顶级神器火黄玉偷出来给他看。可没想到的是，男主到最后到底玩砸了，还没等把宝贝偷出来呢，自己就把女主的涅槃之地给毁了，火黄玉也炸了。来，就在座的各位平心而论啊，他这罪过和九尾狐青莲的罪过比谁大？一个是为爱堕入魔道，因为复仇害死同类；一个呢是直接把未来仙界的继承人给坑死了，顺便还把仙族唯一的神器给毁了。你就说吧，于情于理，如果青林要下地狱的话，那男主该定个什么罪？咋的，真神的儿子就可以无法无天呢？说白了，你这顶级神仙不也是双标区别对待吗？你简介里说的苍生大义呢？你简介里说的维护世界和平呢？咋的就这么维护的呀？当然你可以说男主把女主害得魂飞魄散是无心之过，可你因为别人给你解个围，你就把仙界的宝贝偷出来给别人看，你这本来干的就不是正经的事儿啊！咋的，仙界禁地不让去，男主你不知道啊？咱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假如你是一个妹子，半夜遇到一个劫道的盲流子了，这时突然一个壮汉跑上来帮你把他赶走了，结果这个壮汉呢向你提出一个要求，那大妹子把你家保险柜里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拿出来给我瞅瞅呗。咋的，你回家偷出来给他看呢？说白了，这里边男主干的不就是这没长牙的事儿吗？之前我不说了吗？男主因为一个小仙欺负他，所以才有人冒出来解围。当然他俩也不是无缘无故就打起来的，起初因为什么事儿呢？真的你都想象不到，一个小仙无凭无据在室外居然公然造起了上古真神的黄谣，你敢相信吗？真的，但凡路过一个正经点的神仙，我估计都得把这货给举报了。而且从这货的身上也引申出一个问题，你说就这种品行和德行的人，他是怎么得道成仙的呢？你要说男主之前成天醉生梦死是因为他是神之子，我都不说啥了，可这货是怎么进入仙界的呢？而且我也非常不理解编这些玄幻题材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不知道大伙发没发现啊，有很多这种神魔题材的剧里面都必须得给你安插这么一个又蠢又坏的龙套角色。程毅演的那个沉香如屑就是女配，恨不得把坏字和蠢字写在脸上了。鞠婧祎拍的那个花荣也是，女配的蠢都已经到了比坏还要严重的地步了。反正咱也不知道剧组拿着这种角色能衬托出主角什么，是能衬托出主角更智慧啊，还是和主角比谁是正常人呢？而且咱说句不装的话，男主我也没看出他有多正常啊。当然女主还好点，不过也没好到哪儿去。这么说吧，全剧在我看来，什么拯救苍生啊、维护和平啊，都是扯淡。可以说啥都没有血脉重要。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的神魔题材也开始玩上血统论了。不信您就看男主的日常啊，因为看过剧的朋友也知道，男主是上古大神的独生子，所以就导致了整个仙界都把他当祖宗一样的供着。真的不是老车在这造谣啊，上到仙界的皇帝，下到看大门的神龙，只要是认识男主的，就没有一个不怂的。真事儿都不是我埋汰的，就他这男主只要是会走道的，我估计狗都能当。当男主惹祸时，手下留情。陛下，诸位长老，老夫掐指一算，知道小徒顽劣撞了祸端，这就赶来了。当男主没有人脉时，我这就去幽冥界求借另一座镇魂塔，还请诸位给老夫一个机会一试。当男主伙食不好时，师傅都说了，他的醉玉露虽比不上文仙酿，可以是1年才得这么一桶，灵力充沛，你可得省着点喝。当男主被女主欺负时，
一个不值一提的低阶仙兽，敢威胁到小神君，杀了就是。杀了就是。当男主执行任务时，这是为师进神前运出的仙丹，助你二人提升仙力，日后仍莫忘日日修炼。多谢师尊。这遮天伞是为师自修仙起便带在身的法器，此伞半神之下无人可损其半分，为师今日就送给你，护你周全。多谢师尊。当男主宝贝送人时，看到了吗？在这儿呢，厉害吧？但我这就一件，我没法保护你。当男主不想跑腿时，这一趟就由我走好了。多谢师兄，多谢师兄。当男主升职时，你们二人选一下职位吧。古剑兄生擒雷鸟，实属不易，就让古剑兄先选吧。就让古剑兄先选吧。得，就这种把男主当地主家傻儿子伺候的情节，我是捋不下去了。真的，就这样的男主，你让大伙说说，谁不能当吗？你说本来人家男主就是神之躯，也不容易打死。说白了，就这剧情，你把霍金搬去，他也能当男主啊。当然，人家编剧一开始也告诉咱们了，男主乃是真神血脉，所以男主无论犯了什么错，都会有人擦屁股兜底，也是可以预见的。至于什么后边得道成仙、修仙飞升，真的都多余了。用咱们神隐的剧情来告诉你，那就是在天上这地界，无论你是在仙界里面争得头破血流，还是表面上看着无欲无求，应该这么说，只要你摊上个好爹，天地都得给你磕头。那是比学行的吗？那是拼爹呢。